老板，东方不脑丹的销售计划。报纸广告啊？对，之前永兴百货经常在报纸上打广告推销新品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效仿。我的计划是，先在报纸上为东方不脑丹登1个月的广告，为其造势，然后再通过国药工会，把东方不脑丹推荐给除了田氏药号以外的200多家药铺老板。你知道这登报纸一天多少钱吗？知道，并且我也算过账了，在这里写着呢。你知道上海国药工会是哪家在把持吗？田大少是国药工会的主席，这事儿我知道。但是200多家药商也不是铁板一块的，而且田大少这人的性格一定积怨很多，我们应该能找到突破口。哎，你这计划不错，什么意思啊？但花钱太多，见效又慢，觉得适合我们吗？那你想怎么办？拿我包，走。文老板，其实你不用破费的。我脚上这双鞋虽然破了点，但是穿上去很舒服。再说咱们去谈合作，穿那么好的鞋不太合适的。就这双吧。好的，您稍等。这是霞飞路，我们从这出发，绕过跑马厅，从爱德华路到外滩。如果时间够的话，杀回西藏路，拿下静安寺路。所以你是说我们2个要一家一家的跑，对吗？是啊，一天跑15家，月底前200多家药铺应该可以跑完。人走吗？走了。西洋补脑丸只给你返5个点，我们这能给你返15个点，考虑一下。走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可以先铺货，3个月以后再结账。你帮我们卖100瓶，私底下我们再给你10块奖金。10块钱？哦，对，如果顾客订货超过10瓶，您都不用亲自送货的，您就给我们打一个电话，我们帮您送货上门。走了。啊，不再多休息一会儿啊？我们今天计划15家，才跑12家而已。那不就只剩3家了吗？你再容我喝一碗。还喝啊？啊，老板，再一碗啊。这位姐，能不能有点女人味啊？Lady， 知不知道啥意思啊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现在很累。你把我当男人用，你还想让我有女人味儿啊？以后谁敢要你？做个文明人啊！哎，楚兄，开不起玩笑啊，楚兄。翻脸了！维氏大药房呢？认识啊？你瞎呀？他们是田氏药号的。什么事啊？就是你们2个是吧？天天在这街上派传单、搜样品啊？有吗？你啊？对，是我。怎么了？从这条街上滚出去！凭什么呀？这条街是你全家的。就凭这个？走了啊！怎么了？今天这事就这么算了。管好你的臭婆娘，以后再敢来我们这儿，让你们有来无回。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？拿着。嘛呢？有去无回是吧？有去无回，有去无回，有去无回，让你有去无回，让你有去无回，让你有去无回，去死吧！臭婆娘，谁臭婆娘？谁是臭婆娘？让你有去无回，让你有去无回，让你有去无回，我死吧！啊！别跑了！好了，去！走！去死吧！你太疯了吧！你也太怂了吧！我刚不是保护你吗？哼！再说了，敌强我弱，你凭什么硬碰硬？敌强我弱，那就以命相搏。一开始就认怂的话，只能助长对方的威风，堵死自己未来的路。这不也被吓跑了吗？我们
们是做生意的，你真跟他们拼命啊？你既然想从田大少嘴边抢食，那就更应该寸土必争。也只有豁出命去争，他才会忌惮我们，下次才不会派人在巷子口堵我们的路，懂不懂？打这一架他就怕我们，下次来更狠的呢。是怕我，没有门。顾本堂，别看他这样啊，实力不容小觑。怎么不容小觑啊？他认识那个谁啊？老刘家专攻西药，这几年标得厉害。福安药房主打跌打损伤药，这么多年屹立不倒。春台药局老了，不行了。好了。啊。吃东西。好。今天这几条街走下来，什么感觉？咱们今天是一共看了43家药铺，其中6家呢是西药，还有5家是西药国药兼顾，其中的32家都是国药。而这32家国药店铺当中，田氏药号是占了6家的，都在上海最繁华的街面上。门面虽然是不大，但是客流量都是非常稳定的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如果我们想成为上海国药界的老大，那田氏药号就是我们最大的对手了。你这只说对了一半。那另外一半呢？上海有300多间国药铺，哦，谢谢。有58家是田氏药号的。论名气、规模、营业额，还有资历，他们都是上海的老大。但我们不应该把他们视为是我们竞争的对象，应该视为我们想要争取合作的伙伴。那您想怎么和田氏药号合作呢？啊？这个是什么？冰片、薄荷，还有安息香。哎，我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应该是有提神醒脑的功效的。精神丸，我从一本手抄本的《永乐大典》上找到的古方，花了我20大洋，加上我试用改良，现在比市面上所售的一些神药效果要好。那如果这款清神丸可以在田氏药号的58家药铺上上架的话，就算是不挣钱，只要带给文氏大药房名声和其他药品的销售，那文氏大药房的局面就不一样了。头脑算清楚啊！哎，不过我有一个问题，田氏药号为什么要给你抬轿子呢？啊，更何况人家有功效类似的西洋补脑丸呀。That's your job。什么？我花了钱弄了一张舞会的门票，就是为了跟田大少谈合作，结果被你给搞砸了。现在换你去说服他，叫他别卖什么西洋补脑丸，改卖我们的清神丸。那我怎么说服他呢？我用这么高的工资请你来我们药房当经理，这不是你的工作吗？啊，还有空多补2句英文。这我不想吃了。都约好了，明天下午你直接过去。田二少跟他哥哥也打了招呼，说你是我朋友。田家还有其他管事儿的人吗？以前都是老爷子在管事儿，但是几年前他中风了，就一直是田大少说了算。那就去吧。哦，对了，你穿我新做的裙子去。哎呀，不用，我是去谈生意，我不是去拍电影。哎呦，谈生意更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如果田大少迷上你了，自然什么都会答应你的。哎，这些事情你是要相信我的。嗯。哎，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呢？教你那么多遍都学不会，我教都猪都学会了，猪都不如的家伙，转过钱让我揣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我说你这笨的啊，我让你赚你就赚，笨的要命！下个月别拿工资了啊，发一桶烧水吧唧吧唧得了，什么玩意儿还出呢？干活去吧你，快点！什么东西？田先生，你谁呀？我是楚韶华，之前请您的弟弟田二少爷和您联系过。啊，那个小明星的朋友，上来吧。
田先生，我这次来呢，主要是因为哪位啊？Mr. 吴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上次给我介绍那个师傅啊，厨艺还是真不错。哎，但是就是太爱说 English 了。你知道吗？昨天我们家呀，猫捉老鼠，你猜他是怎么说的？嘿，他说你们家的芝 too much， 然后说那个咪咪润啊，锅碗瓢盆，然后全都碎了，摔碎了好多 cup。这我们这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这儿有个人等我。嗨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还不是我们家老二啊，净给我找事儿啊。行，回头再说啊。See you，拜。田先生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文氏大药房啊？没听过呀。啊，这个呢是我们文氏大药房新出的清神丸，它专治头晕头痛、恶心呕吐、神志不清。我们希望这款新品能够在您的药店里面出售。哎，您好，想问一下，想把这封信寄到上海去，该怎么办？哦，您就需要把这个信封放到那个邮筒里面就可以了。邮筒？啊，对，就那边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不是说这事儿没有别人知道吗？怎么记者把什么事儿都给登出来了呀？这我，哎呀，我这回去怎么和督军交代呀？田家，一定是田家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不明摆着呢。要不是那田大少授意，上海的报纸怎么能管这种破事儿？啊，那他们是一箭双雕啊！他们把我搞下去了，让那位姨太太的表兄上位，军需订单就全是他们家的了。行，既然他们不守规矩，那就别怪我不择手段了。我已经将那份申报派人送回山西了。严督军生平最恨的就是贪腐，你等着吧，不出3天，某人就得灰溜溜的收拾行李回家种地了。那兰主任，咱们之间的合同签，立刻就签。那就谢谢兰主任了。哎呀，我也得感谢你呢，竟然想出这么一招。什么招？不是你把他们私底下的交易捧给记者的吗？我还以为是你干的呢。不是你，怎么会是我呢？那会是谁呢？管他是谁呢，生意能做成不就行了吗？对，说得对啊。怎么了？你看看，夏元这王八蛋，哎，他给我来这招啊！这回可以试试。确实啊，挺滋润，水灵灵的是吧？你们陈记药铺的大少奶奶在吗？商副官，据说啊，这个北京的报纸跟这个田家杠上了，上海的报纸死盯这个首源药庄，两边呢争相揭露这个药庄的这个采购的黑幕。严督军知道之后大怒，下了命令，哪儿的药都行，就是不能用这个首源药庄和这个田氏药号的。这两家大药商啊，这次啊可是栽了一个大跟头。对呀，这还不算完啊。严督军把这个徐特使和兰主任啊全部撤职召回。所有的采购项目给了那个商副官负责，而这个商副官呢又特别看重我们这个陈记药铺，所以呢就水到渠成了。可咱们这陈记药铺还名声在外啦。大帅，这商副官是何以知道我们陈记药铺啊？那都是邵华的功劳了。他，
还得店里头记记账、点点货，他能有什么功劳？要不你自己讲讲，这个单子你怎么拿下来的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是那个商副官啊，是一个实心办事儿的人，而咱的药材呢又质优价实，这订单交给咱们，他放心而已。哎呦，周华，你这不声不响的，这立了大功了啊！来吧来吧，爹爹敬你一杯。哎呀，怎么能你敬他呢？这不反过来了吗？怎么叫反？周华给咱们这一下就挣了5000大洋，你说我该不该敬他？5000大洋！你看看你这样子，天哪，那能买多少肉啊？哎，谢谢爹。哎呀，太好了。那爹，那公账上的200大洋，我算是还上了吧？还上了，都还上了啊！爹就是想用这200大洋记着，我这真聪明。老大家的，哎，你瘦了，你喜欢吃哪个你吃。对啊，嫂子你吃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可惜呀，这次玉龙粉这合股的事情没有谈好，要不然今天这不又可以多一桩大喜事了，是不是？爹，做生意嘛，那有得就有失。对，我原来呀是想借着呢寿元药庄这个事，让咱们陈记药铺呢再上一个台阶。现在看来呀，也不管什么事儿，还得靠自己慢慢来。没事的，爹，只要咱们全家人心齐，我相信陈记药铺一定一天比一天更强。我今儿个呢就放句话，您别看它寿元药庄现在高高在上的，但是咱陈记药铺早晚有一天能超过他们，成为这北京城里数1数2的大药号。哎呀，周华，你这话说得好，来碰一下，碰一下，来，碰一下，碰一下。哎呀，夏生，老板，这些呢是我准备带回日本的药材，还请夏老板帮忙采购一下。小村先生，咱们合作这么久，都非常愉快。放心，给你的药材绝对是质量最好的，而且价格是最优的。那真是非常感谢夏生。另外，我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不情之请，能不能送我几个中国的药方？小村先生又跟我提这件事情是吗？我跟你说了，我只卖药，不卖方。这些药方我愿意出高价。我跟你一样，钱对于我夏云来说不是问题，但是倒是有个法子。请讲。你把小村制药的秘方给我，我就给你我的方子。哎呀，夏生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所以说嘛，既然这样，那夏生，我先告辞。合作愉快，送小村先生回客栈。爹啊，咱们开个分店吧。一个药铺能做的生意，最远不出5里地。你不仅1家2家，你最好就是10家100家。你不仅要在这个北京城里开，你甚至要开到全国各地去啊！大顺呐，知道开个分店得需要多少钱吗？你这回这个军需订单正好不这个挣的钱合适吗？刚刚有点盈余啊，这又开分店，这未免太急了吗？爹，我倒是觉得，的确是得趁热打铁，趁咱这玉龙粉正在势头上，咱赶紧把陈记药铺的名头打出去。就算将来玉龙粉卖不动了，可咱陈记的牌子早已名声在外了。昭华，现在咱们陈记药铺这都有点忙不过来了，再开个分店，你这不是捉襟见肘吗？这分店和老店看似是2处的生意，但事儿上其实还是那些事儿，就是把一半的货呀放到另外1处去卖，等于办一件事儿，赚2份钱。爹，我算过了，刨去这军需订单呀，咱陈记药铺1年的收益
也不过是3000大洋。但是开分店以后就不一样了，2家店1年总收益加起来，那能达到8000大洋。那么多钱，应该多买几亩田地更保险。反正我听说呢，夏元当年，就算是借钱，也要在各个繁华要地开设分号，待分号连成一气，对买家那就是店大欺客，对卖家那就是客大欺店。就这么着，才有了守元药妆的今天。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陈记药铺有了这个分店，有了名字，那客源就多了呀。你客源多，那货源就好谈了，那这个成本那就可以降下来。你成本降下来了，那挣的钱不就多了吗？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板，这件事情是我没办好，我认罚。罚倒是次要的，关键是这生意怎么丢的，自己心里有数了吗？清楚，轻敌了。只顾应酬徐特使，却没料到，这田大少的手段竟然如此下作。可最终这田大少也没有拿到这份订单呐。是啊，被一家小药铺捡了漏。小药铺？多小？陈记药铺。啊，正是那家陈记药铺。这陈记药铺也是运气好。生意场上没有运气，只有实力。是。这些都是你指使人干的。是。大掌柜也是迫不得已呀。是他田大少指使上海的记者攻击我们在先，我是被迫反击的。那上海记者为什么会知道这么详细？田大少跟他们说的。那谁又跟田大少说的呢？这不太清楚了。你跟徐特使之间的往来，除了咱们自己人之外，还会有谁知道？也就只有八大胡同的几个人知道。八大胡同，当初羽绒粉就是从八大胡同搞出名头的。正是。老板，你是怀疑这件事情是陈记药铺干的？不值得怀疑吗？最终的受益者可是他们呀。既然你们都看好，那就开吧，啊！但是啊，咱们说好啊，这老店我来坐镇，分店嘛，就交给大顺还有你们2个来打理。谢谢爹。爹，分店交给我和大顺来打理没问题。但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和大顺要分店的5成股份。什么？我跟你爹还没死呢，你这要分家吗？娘，不是分家，是把家里的账目算清楚。你算清楚吗？你凭什么要股份呢？这些年来，别的不说，光玉绒粉这一项进项就占陈记药部的1半收入，还有这军需订单也是我拿下来的，这才有开分店的本钱。所以，我和大顺要5成的股份，并不过分。什么是股份？你爹给没给你20块大洋当奖励啊？大顺20顺都没有，你要什么股份呢？娘，柜上的伙计他傻干活不动脑子，每个月还有薪水，年底还有分红，这1年下来还不止20个大洋吧？听见了吧？那嫌你给他给少了。爹，我可不是嫌这钱少啊，我就是想要一份看重。我愿意付出，也愿意为这家里挣钱，但这一切都该有个名目。你是陈家的媳妇儿，你要什么名目呢？老板，我倒想起件事。大掌柜和徐特使第一次见面那天，陈记药铺的人也在六国分店。另外，他们那位大少奶奶对咱们拿军需订单的事，也表现出了特别的关心呀。说说羽绒粉吧，跟陈记药铺谈的如何呀？没谈成。没谈成？是这样，他们不愿意共享秘方，也不接受4、6分成。后来我让到了无误，他们的态度有所松动。
但突然又坚持只做陈记这块牌子。那既然如此，便无法再谈了。厉害呀！看来之前我是小看陈家老爷子了。这陈家老爷子老练持重，但我觉得这陈家最厉害的倒是他们家那位大少奶奶玉龙粉，就是她的主意。大少奶奶，爹，要不这样吧，这个股份就先别分了。韶华呢就在家里先待着吧。那个分店就交给我一个人来打理吧。你一个人行吗？弄个这个玉龙粉，搞一个军需订单呢，我肯定没有招，但是一个药铺，我还是守得住的。仅仅是守得住吗？守得住吧。但是另外啊，这个分店我专门去管理这个分店，那总店我肯定就顾不过来了，你可能还得去请一个人。但这个人，你请这个人，你怎么着也得有点能耐，还得放心吧。但我说句实话啊，这个人肯定不好找。你要把人家留下来，你怎么着，哎，也得给人家点股份吧。这找个人有什么不好找的？娘，你听我说，肯定不好找。为什么呢？是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。既然如此，那分店就算你们5成的股份啊。谢谢爹。谢谢爹。别谢，我也有个条件，这分店的利润每年不得少于4000大洋。没问题，这些都可以写到章程里去。少华，咱们这都是一家人，写什么章程呢？难不成我这个当爹的还能言而无信了？幼爹，我可不是那意思啊，我就是怕万一这将来我要是没挣到这些钱，你要是想罚我的话，也有规可循，不是？孩子，哎呀，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啊！谢谢爹。行了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快睡吧。谢谢爹娘，那我们就先回去。咱俩休息啊。嗨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？睡觉吧。开心不？啊？咋的？怕啥呀？哎，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以退为进了？这不都跟你学的吗？学得不错。做完了？小声点啊！别吵醒。这就算完了？回来了。哎呀，回来了。哎呀，怎么样？给你累了，来。再来一碗。房子已经看好了，明天就能签。木匠、石匠、瓦匠那边也都谈好了，家具呢，明天就能定。牙行那边，后天去。别太累了。我不累，我就盼着咱们这分店早日开张呢。快了。对了，你的信。我的信。对，上海来的啊，那肯定是二妞写给我的。这信是黛比先生帮二妞写的吧？字儿不错。韶华无子，见字如面，无以于沙场宫稍作安顿。余未知上海之时，已知上海之大之繁华。此行亲见，更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唯期盼汝亦能早赴上海，大展宏图。二妞说啥了呀？大顺儿，咱们下一家分店开到上海去吧。好啊。然后，再下家分店开到广州去。行。再下一家开到汉口，汉口怎么样？可以，你想开到哪儿就开到哪儿。下家分店就开到成都。好啊，成都好。然后我们把店开到全国各地。一个一个来。对，一步一步来。先去上海。得努力啊。你说这孩子今儿个怎么老哭呢？舍不得爹走呗。旭儿，好了，爹很快就回来了啊。爹给你带好吃的回来啊，乖。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？爹的意思呢是把尾款收了，
再跟这个山西的药商联络，怎么着也得半个月吧。行，正好能赶上咱分店开业。等我回来，我们一起为分店揭牌。大顺儿，咱终于有自己的生意了。少华，这几年真的是委屈你了。你为什么这么说啊？你看啊，你很早就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，想有自己的生意做，可是直到现在，直到今天，现在不是也挺好的？只要咱们肯努力，该来的总会来，该有的都会有。路上可要当心，老爷。哎呀，放心吧，这个大顺跟我在一起嘛。再说卫东来家的伙计也都去，山西办事的一路上4、5个人呢，不会有什么事儿了啊。行了，好好在家吧，知道啊。路上吃的东西在哪儿呢？啊，嘿，走了。大顺儿，我等你回来。等我回来。路上小心，路上小心啊！走走走。今天都初10了，你说你爹跟大顺儿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娘，你也别着急了，这出门在外的，说不定的事儿多着呢，耽搁2天，那也是常有的。我说我这几天我这个眼皮呀就跳得厉害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您实在不放心的话，我明儿个就去卫东来家问问。不哭，萱萱不哭，奶奶在这儿呢，不哭。没事的啊，过2天就回来了。给萱萱带好吃的啊。抱抱啊，抱抱，不哭不哭不哭。哎呀，不哭，好孩子不哭。哎呀。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，说是山西闹了鼠疫，严督军把出入山西的路都给封了。你爹大顺，还有我们家的2个伙计都被困在那儿了。那这是要困多久？这就不知道了。鼠疫，老爷跟大顺儿，娘，爹和大顺儿只是暂时被困着，等鼠疫散去了。封锁令解除了，他们就能回来了。鼠疫可是要死人的。娘，您放心，爹和大顺在这行里走了这么多年，他们一定知道怎么用药。他们肯定会没事的，一定会平平安安回来的啊！大顺，哎，大少奶奶，先送太太回去吧。好，我不怕。夫人，走吧。真的，真的。我不怕。慢点，我不怕。慢点。哎。小石头，哎，你去给我雇辆马车，我想去山西。啊，你要亲自去啊？对，我放心不下。不，千万使不得呀！最近山西的路都封死了，您根本进不去啊。就算您进去了，那万一染上鼠疫怎么办？可我也不能这样什么都不做呀。去吧。大少奶奶，您去了也什么都做不了，还不如先在这儿把太太稳住，把药铺照应着。再说了，那分店开业还有一摊事儿呢。就现在这样，分店还能开业吗？细水游鱼往荆起，越过龙门龙飞升。杨柳3尺金线垂，桃花万朵方显能。啊，这个坤为地，为顺；兑为泽，为水。水泽便也，意味着家业顺遂，财运亨通啊！
施主家人必定逢凶化吉啊！你可看看什么时候能回来呢？开业大喜，进鸟复归。放心吧，新店开业那一天呢，人就回来了。哦，开业那天啊，对，开业那天。哎。慢走啊！真的，那个李半仙算命很准的。哎呦，那就还选在15分店开业。楚老板，恭喜啊！您里边请啊！里边请，请。祝贺楚老板。周老板，里边请。来，里边请。大少奶奶，什么时候接盘啊？再等等。再等就要错过吉时了。大少奶奶，魏老板来了。路封了之后，我们都被困在客栈里。大顺哥他本来没事的，但是他看到外面人很多都得了瘟疫后，无药可救，只有等死。大顺哥说，他身为药商不能见死不救，于是他就挺身而出，到处救人，前后后，大概救了10来个人。可他却……老爷们，陈老板在救治大顺哥的时候，也感染了瘟疫。没几天，2人就都没了。没了，我的大孙儿，我的大孙儿，我老爷。老爷，大孙儿，娘，太太，太太，大顺儿，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因为大顺哥和陈老板是一并暴毙的，按照当地的规矩，统一就地深埋。我怎么活？大孙儿，大少奶奶，前来吊唁的宾客，您看怎么安顿？新店和老店都通知了，但是有批货这2天要送，您看派谁去啊？嫂子，喝点粥吧。你都1天1夜没吃东西了。
爹，大哥，爹啊，孩儿不孝啊！大哥，做弟弟的没用啊，做弟弟的没用啊！我要是能为你们分担一点点，你们就不会这么走了。我错了。二顺回来了，娘想你啊！娘，娘想二顺啊！娘想你想得好苦啊！娘，你别害怕啊，老二在这儿呢啊，别怕。娘，大姐，二顺懂事了。大嫂，是从今往后，萱萱就是我的亲闺女，我会好好的疼她。我的顺懂事了。娘，我再也没有爹了。大哥。前两天我看见老是想吐，吃不下什么东西，我就托人去汪逢春先生那求了个方子，用最好的百叶虫、干姜、半夏、橘红还有厚朴，给你做了一个经方之有的香囊。大少奶奶。有几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。想知道什么事儿？二少爷来药铺好几回了。他去药铺做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就打听药铺眼下有多少资产，有多少现银，还有账本和客商的名单都在谁手上。你等我一下。好。收好这个，账本和客商名册都在这里面，除了我以外，别人谁要都别给。好，快走。好。宋平，宋平，嫂子，哎，你帮我照看一下萱萱。我出去一趟啊。你去哪儿？我去药铺，处理点事情。哦，大少奶奶，哎，二顺有事找您。哦，我去办点事儿，回来就去找他。他让您现在就过去。二少奶奶，您也一块过去。我？对。娘。三爷。三爷，三爷，人到齐了。到齐了？跟谁到齐了？三爷，您可以说话了。仙魁跟大顺的后事也办得差不多了。这个老话怎么说来着？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这家呢，不可一日无主。按照陈家祖制，接下来由二顺当家。二顺以后就当家。侄媳妇儿。侄媳妇儿啊，三爷我在这儿。仙魁家里的，刚才三爷说的话，您可同意？我同意。同意。同意。那以后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我不同意。你是大顺家的，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三爷，大顺虽然走了，但这个家他还是有一半的。您既然说我是大顺家的，那我就代表大顺，
也应该当这一半的家。一个女人家，当什么家呀？爹在的时候，陈家药铺老店我都能说上话，这分店也是由我来打理。您说我凭什么不能当家？大顺家的，这个家如果没有男人，那另说。可现在二顺还在呢，让他当家，那是天经地义。嫂子，我当了家以后啊，绝不会亏待你跟轩轩，这你放心。二顺都表态了，你还要怎么着？